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少前2开局要怎么玩。第一件要说的是，还是买体力和刷主线，不过少前2对于买体力的需求，并不像其他游戏那么大。游戏第1周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先把等级升到27级，把首领挑战给开了。首领挑战一共有9级，每一级都设有挑战目标，只要完成全部目标，就可以进阶到下一级。当中也可以获得非常多的金条奖励，每次挑战所获得的训段标记也会随着等级和评价提升。训段标记可以在商店换取非常丰厚的奖励，这也是为何推荐要在首周就要开启的原因，不然就会平白错失1周的资源，损失非常大。首领挑战每周只能打3次，由于评分会影响获得的训段标记，所以请等到周日人形的练度更高后才来打会比较好。在商店中要优先购买的道具是机缘信息和普池抽卡券。机缘信息和是人形用来激活固件的重要道具，数量非常有限，所以不能随便乱用。体力每天买3个以内都是划算的，在网上的价格就会比较贵，不是大氪就没必要去买。由于台服的开服时间比国际服晚了2天，所以首周27级可能会有压力，大家自己看要不要买上去。无氪玩家在满足首周27级的条件后，之后可以每天只买1个体力来解任务就好，把省下来的金条拿去抽老婆会比较实际。毕竟无氪的玩家资源少，加上少前采用的又是万恶的米池，要抽人形还要抽专武。虽然游戏给得不算少，但只要1个大保底就可以将你的积蓄彻底清空。前期主线会需要等级来解锁，当中主线所获得的主角经验值都是一次性的，所以卡等级无法解锁新主线后，就要去刷资源副本拿主角经验值。在众多资源副本中，推荐优先去刷心智勘测，因为这个副本只要开启后，就可以直接通关去刷该道具的最高关卡，拿最多的资源。其他资源副本则需要按等级才会慢慢解锁更高的关卡，所以前期先去刷心智勘测的性价比是最高的。在心智勘测副本中，可以获得心智螺旋中激活增效位点所需要的道具转录导体，这也是前期提升战力最直接的方式，所以记得当等级达到后，一定要马上去激活来提升战力。每个位点所需要的转录导体数量如下，游戏会需要2支队伍出战，所以只要提前预备好10个人形所需要的数量，就可以赚去刷其他资源了。转录导体虽然也可以依靠低阶的来合成高阶的，但因为掉落率高，而且低阶的也会用到，所以直接去刷需要的就好了，没必要去合成。心智螺旋除了有普通的增效位点外，还有7个进阶位点，需要特殊道具，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比较稀有的机缘信息和来激活。激活进阶位点后，就可以获得固件。固件就相等于是人形的额外技能，每个人形只能装备3个，需要在6个固件中做出取舍。同时激活2个链接的进阶位点，还可以获得大量的属性提升。当所有的增效位点和进阶位点都激活后，在最后的一端还可以激活1个橙色的贡件。固件只能学会的人形自己使用，但贡件激活后却可供所有人形使用，一样是每个人形只能装备3个。除了每个人形可以获得1个橙色贡件外，活动中也可以获得紫色和蓝色的贡件，但这些都只提供属性，而没有技能。只有在人形的心智螺旋中学到的橙色的贡件才会提供技能，所以是非常珍贵的。也因此，人形培养也可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是培养来上阵的，第二则是只为了获得优秀的橙色贡件而培养。贡件的事可以先不着急，等你先把主力都培养好，再来考虑拿其他人形的贡件也不迟。常规的资源副本有5个，当中最缺的是升级武器用的解析图纸，其次是升级人形的战场报告。大概35级后就会开始缺乏，之后会长期缺乏，直到你的全部人形都升满60级为止。所以在刷完转录导体后，就可以加减来刷一点。
解析图纸和战场报告的需求量会在40级和50级后大幅度提升，所以前期用来过渡的人形只需要先升到40级就可以了。决策构想，这里可以获得存量条，这是人形突破等级所需要的道具，可以用低等的去合成高等的，这个有需要时再来刷就行了。定向经验，这里可获得武器配件，每一把武器都会有4个配件。除了第一个主配件外，后面的3个副配件都会有属性加成，只要把3个同属性凑成一套，就可以激活套装技能。平时就按照人形使用的枪械种类和属性去刷部件就可以了。33级后，掉落橙色配件的概率就会明显提升，所以等33级后再重点去刷配件就可以了。所有配件的属性都是随机的，只有第一个主配件有4条属性，其他的3个副配件都只有3条属性。配件属性一般都以攻击、攻击加成、暴击和暴击伤害这4个为主。主属性有其中3条，副属性有其中2条就算合格，可以开始重点培养。大方向上是这样，当然不同的人形会有不同的需要，这个之后再聊。有了适合属性的橙色配件后，就可以把多余的低级配件拿去精调。精调只会改变属性高低，获得满意的结果后才选择保留下来。当中也可以使用特殊道具精调增幅，来确保属性的增幅不会低于100%。同样的，这也是个比较稀有的道具，请善用。最后一个副本标准铜调，这是个打钱的副本。虽然每天最多只能打4次，但只要不是精调的太猛，一般钱其实都不会太缺。由于前期刷钱本并不划算，所以一样等有需要时才刷就好。30级后，主线剧情就不再需要等级来解锁，不过困难副本却会仍需要等级来解锁。虽然后续还有很多需要等级来解锁的副本，但那些都不算太紧急重要。无氪玩家在33级后就可以不必再每天买体力了。少钱并没有太多需要玩家去直接竞争的地方， PVP 也多是只拿参与奖，所以无氪玩家慢慢玩就好了。还是那句，金条存起来抽老婆比较重要。另外，这边也做个特别呼吁， PVP 中防守失败是不会扣分的，所以放置低星的就好，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。游戏目前最高等级上限也只有60，即使后续不再买体力，也可以在3个月内升满60级。接下来说说其他比较重要的系统。在公共区这里，休息室可以赠送人形礼物来提升契合度。可赠送的道具有2种，第一种是没有喜好的存量条，可以随便送；第二种是会因人形喜好而可获得额外契合度提升的礼物。礼物一定要按人形的喜好来送，这样才可以提升更多的契合度。契合度升级后会获得升级奖励和属性加成，当中升到3级可获得1张普持卷，所以记得要优先把所有人形都升到3级。在调度室这里，人形需要简单的完成一些任务，通过考核后才可以开始派遣。只要在派遣中选择了符合条件的人形，就可以获得额外奖励。可派遣的区域会随着调度室的等级而增加。只要人形的总契合度达到要求，就可以升级调度室，升级后还可以获得大量属性加成。所以人形的数量和契合度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，前期的普持卷不用留，有就全部抽掉，只留下橙色的限定卷就可以了。调度商店这里使用的道具是派遣记录，可在派遣人形出去做任务时获得。这里每周可以把1张普持卷和紫色心意礼盒全都换完。人形足够多能派遣5队后，也可以把解析图纸、战场报告和钱都换完。礼物在给对人形的情况下，收益会大于存量条。但如果还有多余的派遣记录，也可以换存量条。存量条是低阶的最划算，橙色的反而最不划算，少钱很多商店的兑换率都是这样的。调度收益这里，资源生产选择钱就好了，因为其他资源消耗多，只生产这么一点其实也没什么用。资源转化，这是后期资源都有多了后才来这里转化的。转化出来的愿望币
可以用来抽神秘箱，每周只能抽取100次，当中有机会获得大奖佩里提亚、紫色武器和其他资源。不过别说是大奖佩里提亚了，就连紫色武器出货率也是非常低，100抽只出现了1把。前期资源不足的时候，实在不建议特意转化，等后期资源都溢出后才来吧。最后来说说商城这里应该换什么资源。义务所中的基础购置需要消耗金条来购买，这边只买橙色的限定卷，不要把金条砸在黑色的普池卷上，当然大佬请随意。人形堆栈购买的道具是提取凭证，可以在抽卡获得重复的蓝色武器时获得，之后把蓝色武器拆解掉，还可以再次获得。每月限购的限定券和普池券都是必换的，之后再把升级契合度的大容量内存条换完。其他资源先确保你有足够的提取凭证，每个月换完以上3种资源才考虑换。心智统合的购买道具，冗余碎片可在再重复抽到紫色武器或人形和金色人形时获得，把紫色武器拆解后也可获得，是非常稀有的道具。这边以购买橙色武器为主，等武器都毕业后才来考虑换限定抽卡券。这边的橙色武器其实都是普池那6个人形的专武，推荐优先购买琼九的金石琴和托洛洛的游星。其他的武器你有链对应的人形才考虑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